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卡爾先生，帶您掌握週期，財富自由哈。好，今天晚上我們來聊一聊一個議題哈。過去20年呢，有個支撐美股持續上漲，有個很關鍵的一根支柱，叫做淨股權供給。好，那麼這根支柱呢，每次只要出現鬆動，後續都會發生美股很大的這個修正，而各種跡象告訴我們呢，2026年的下半年又開始輪到了哈。好，那麼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議題哈。今天的內容都是卡爾先生個人的觀察、觀點跟經驗分享，並非投資建議。大家投資的時候務必要多多的參考各方的資訊之後，自己為自己的投資負責啊，做出決定。好，現在聊一聊什麼叫股權淨供給。好，簡單說就是把企業發行的股票減掉企業買回的股票的差額啊。所以過去20多年呢，這個數字都是負的。好，為什麼是負的呢？因為過去20多年期間，美股尤其是科技巨頭們，他們賺了很多很多的錢，錢多到花不完，所以呢，他們就用這些錢去回購他們自己公司的股票，等於是回饋股東最簡單的方式，又可以把股價拉高。那麼這些美國上市公司的 CEO 跟專業的經理人，他們很多時候，他們個人每年可以拿到多少酬勞，也都跟股票的市值成正比，也就是說，比如说這個 Tesla 的市值越高，那 Elon Musk 可以拿到的薪酬就越多，所以美股的 CEO 們呢，很習慣的就把公司賺來的錢拿來回購自己公司的股票。好，那麼同時呢，這些公司呢，在發行新的股票越非常的節制，好，所以等於一邊一直買回來。那一邊很少再發新的股票，那麼市場上流通的股票就越來越少，好，那麼股票越來越少越稀有，價格自然而然就往上漲，所以這個是過去20多年美股為什麼會走一個長期的大多頭，好，那很主要的原因，好，您很少的聽人家講，但是這個卻是一直默默的支撐美國股市往上漲的一個很重要的支柱，好，那麼我們來看哈。這張圖是高盛整理的資料，畫的是美國淨股權供給佔整個美國股市市值的比重。你看哦，好，在2000年之前呢，這個股票發行的數字跟總市值講是正的，好，那麼2000年的時候呢，突然變負的，然後後來現在呢，從年來看，2026年是過去20多年以來。負值最少的這個時候，好，那等於說從2026年來預估，等於是20多年以來第一次，好，這個數字要由負轉正。簡單講，就是這是20多年來第一次美國股票供給的這個數字大於公司買回來的數字。好，那麼如果我們來看歷史的話，這個訊號呢，在本世紀到底發生過幾次？本世紀呢，這個股權供給由負值轉成正值，總共有3次。第一次是在2000年，第二次是在2009年，第三次在2020年。2000年那個時候剛好正值網絡泡沫、.com 泡沫狂熱的頂點，那麼一大堆公司呢，趁着股價拉到最高的時候，開始增發新股，然後等於在最高點把股票賣出換現金，好，那麼就造成淨股供給轉正。隨後呢，大家都知道發生了納斯達克科技股崩盤，好，那納斯達克呢跌到剩下原本的1/5。再來第二次是在2009年，那個時候是發生了金融海嘯。當時發生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是因為企業沒錢，所以他們就趕快發股票去換現金籌錢。同時這些企業因為手上沒什麼現金嘛，所以他們就暫停了股票回購。那麼就造成了這個數字呢被動轉正，好，但是2009年這一次呢是轉正的原因是因為股市已經崩盤下來，已經跌下來的好，這個才轉正的，好，所以這一次的轉正並不是造成股票崩盤的最主要原因。好，那麼2020年呢，新冠肺炎疫情衝擊，那麼整個經濟結凍，那企業也都缺錢在搶現金，所以呢。在當初的第二季呢，它回購各個公司回購股票直接減少了80%，所以在那個時候供給又再一次轉正，
但是這一次也是因為發生了一些經濟危機，好，那是被動的，被動轉正。所以過去這3次呢，還有一個特點是在年度數據上看不到，但是在季度上，都就看得到了，在季度上就看得到了，好，那我們繼續來看下一張簡報，來這個，好，我們來看這個季度的歷史數據，這個訊號呢，本世紀從季度而言到底轉正過幾次？我們來看，第一次呢是在2000年這個時候轉正，好，第二次是在2009年這個時候轉正，第三次在2020年轉正，好，那現在呢就正值應該在今年下半年會再來一次轉正，好，會再來一次轉正，好，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每一次轉正的時候，後面股市表現都不好，好，那麼如果呢把過去這幾次拆開來，過去3次這個數字轉正之後，可以拆成2種劇本，第一個劇本是恐慌型，就是2009年跟2020年。那個時候是因為經濟整個結凍了，那企業忙着自救，一邊趕快發股票換錢，一邊暫停買回股票，好，那所以呢，這個光是在2020年第2季呢，股票回購的數字就降低了80%，所以在這個劇本裡面是已經股價崩了，並不是因為這個數字轉正才造成股價崩了，所以股價崩了是結果，那第二個是泡沫型的，就是在2000年市場漲到很高的高點，估值已經撐到極限了。那麼在估值在最高的時候，一大堆公司開始大幅增加股票，印股票換現金，那等於是很多公司搶在股價的高點在倒貨，或者呢趁勢募資一大筆錢再去擴張，那這樣的劇本反映的是股市過熱，市场過熱，那要等到後面整個股市的敘事改變，那股價才會真正修正，所以一個是事前，一個是事後，那麼2026年跟2027年比較像哪一種呢？我們來看2026年再接下來2027年，答案是比較像2000年的狀況。那為什麼比較像2000年的狀況？我們可以從3個條件來分析。第一個，2000年那個時候市場是在歷史的高點，那麼各種股票的估值撐到極限。那目前跟2000年一模一樣，甚至目前股市的估值已經超過2000年的高點。好，第二個，是有一個正在改变世界的產業，所以呢，集中在那個產業有大量的新的公司在發股票。好，當初是打抗泡沫，好，那現在呢是 AI， 所以這一點跟當初又一樣。第3個條件是什麼？就是在股市高點的時候呢，有一些巨大的IPO， 就是很多大型的公司就開始發行新的股票，開始上市去募資，或者是大型的公司在股票的高位開始大量發行股票。好，那麼現在呢也出現這樣的狀況，所以2000年發生的這個三個條件，現在也通通都發生了，好，幾乎一模一樣，只是主角換了，因為2000年是打抗泡沫，現在是 AI。好，那不只是設定項哦，你來看這張圖哦。這張圖是什麼？這張圖呢是在1995年跟1998年納斯達克的指數，藍色的部分是納斯達克指數的走法，那再來是這個從2022年到現在納斯達克指數走法，你會發現橘色的線是現在，藍色線是過去，長得還有點像，兩條線把它疊在一起，看起來很近，甚至現在還稍微領先一點點，但是我想要先說清楚哦。不要說卡爾先生什麼又在看空，這並不代表明天股市就會下跌。像1995年到1998年，納斯達克還漲了2-3年之後才漲到頂。好，但是這張圖呢，就代表我們現在走的這條路跟當年那個形狀很像。好，但是歷史呢，它不一定會直接的重複，但是歷史常常會押韻，常常會押韻。好，再來，為什麼攻擊會翻正？好，來，第一個。好，為什麼今年到明年這整個股票的供給量會翻正？等於是為什麼的這個股票的供給會大於股票的回購？第一個是因為科技巨頭有比較大的轉變，就是美國那幾家 Google 啦、Amazon 啦、Alphabet 啦、Meta 啦、Apple 等等，過去這些
大公司都是庫藏股的最大買家，但是現在呢，他們變成是在發行股票的賣方。好，最有代表性的是最近這個 Alphabet， 它最近呢，趁着股價在相對的高點，要募資850億美金。大家知道這個動作是從它2005年掛牌以來，20多年來沒做過這個動作，他現在做。好，這是2005年以來他第一次用純股權募資。好，那麼最新的狀況是850億裡面，到今年第三季還有400億的股票會釋放出來。好，還有100億是要賣給波克夏。好，那麼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哦。阿發貝它的信用評等呢接近最高級，什麼意思？就是阿發貝這家公司今天如果要發公司債，用債券來融資的話，是輕而易舉的。但是這一次他卻選擇印股票來換鈔票，不是發行公司債。為什麼？因為股權它沒有利息嘛，他發股票不用付利息，他發公司債要付利息，而且發股票沒有到期日，可是你發公司債時間到了是要還錢的。那從股票換現金是一種永久資本。那麼我的解讀是，阿發貝呢把 AI 還沒有回報兌現的風險等於分攤給所有新股東。現在這些大型的投資公司每一年燒大量的現金在投資 AI， 而且越燒越瘋狂，越燒的錢越來越多。很多的大型公司手上的現金流都不夠了，所以這一次他不只是透過發行股票來拿到現金，再來投資 AI， 它其實也等於是把投資 AI 的風險透過它的股票轉嫁給投資人。好，等於是不是把這些壓力全壓在自己身上。好，所以一家最有錢的公司寧願把股價上漲的空間分給大家，因為它股票一發出來一定會影響股價。這邏輯很簡單嘛，以前是沒有再發新的股票，然後他不斷的從市場上買回他的股票。那現在是開始暫停從市場上買股票，開始發新的股票出來。好，那當然對於股價上漲就一定有負面影響。好，所以一家最有錢的公司現在寧願把股價上漲的空間分給別人了，也要先把現金拿到手。所以這種選擇本身就是一個明確的訊號，而且現在還不只是阿發貝。最新，他現在收集資料的時候，也傳出 Meta，Facebook 的 Meta 也要開始發行新股了。好，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呢，整個這個數值會翻正的原因，是因為今年出現好幾個史無前例的巨型企業上市。好，在 IPO， 首先像 SpaceX 已經上市了，接下來還有 ChatGPT 跟 Anthropic 準備都要上市。那但是要特別分享一件事情是，不代表這些巨型的企業上市之後呢，就會是美國股市的高點。好，我們看過去的例子，比如說好，這個在2007年的時候，那個時候呢 ，Blackstone 黑石集團上市。好，那個時候代表是什麼？代表是美國的金融股很旺，所以黑石集团就在那上市。後來股市是什麼時候才開始起跌？2008年才開始起跌。還有再來上一次呢？全球的商品牛市是出現在什麼？2013年2011年那個時候呢，嘉能可是全球商品原物料的巨頭，它在2011年上市，同年還是2012年才開始看到商品的這个整個的市場從上漲變成下跌。好，所以呢，所以真的這個巨型的 IPO， 就是這個大公司發行的 IPO 發行股票上市，比較像是一個溫度計告訴你現在市場哪裡最熱門，並不代表它上市就一定會開始什麼股票下跌或崩盤。好，再來呢，特別要提到今年下半年會有3個很主要的變化。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不管是這個大型的公司發行股票，還是大型的公司要上市那都會把淨股權供給由負推向正，這是第一個。第一個主要的路線。第二個主要的路線是資金越來越貴，市場上的資金越來越貴。比如說，你看像6月5號美國的就業數據的報告非常優秀，很強勁。這本來應該是好消息，但是在伊朗
美國以色列戰爭推升能源價格，通膨開始由底部往上的情況下，加上等一下我在會員頻道會特別提到，本周美國聯準會開會了，那最新的預測今年確定他們的預測今年要開始升息了，而且今年市場上預計還有可能會升息2次，所以就代表市場上的資金就越來越貴了，所以像5月份剛公布的這個 CPI 的年增率已經突破 4% 了，就是通膨越來越高，那怎麼樣？利率就要越來越高嘛，那利率越來越高，市場的資金就越來越貴嘛。好，再來我們來看第3個就是季節性的問題，我們來看另外這一張图這個就是剛剛講資金為什麼變貴的原因。再來我們來看這一張圖每一次呢在這個 CPI 在 CPI 上漲到4% 以下，從4% 以下往上突破到4% 以上的時候，後面標普 S&P 500的表現接下來3個月平均下跌4%， 6個月呢是平均下跌7%，那等於是過去歷史記錄，只要美國的通膨數據是從4% 以下開始漲破4%，往上漲到4%，都是美股接下來都是走跌的。但是我再強調一下，這些歷史經驗並不保證往後一定美股是走跌，但是它告訴我們一件事情：通膨只要從4% 以下往上衝破4%，基本上对股市就是一個利空。好，再來呢，每年的這個8月到9月。向來都是美國股市歷史上比較高風險的季節。好，所以把剛剛這3件事情收納在一起，就是市場上股票的籌碼越來越多，然後資金越來越貴，然後每一年的8、9月剛好都是股市會發生高風險的季節。把這3個東西統整在一起，就是今年的下半年。全部指向這3個東西，就指向今年下半年。那今年的上半年為什麼比較不會有事？因為今年上半年有一個保護傘，就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這些巨型的公司在正式掛牌上市之前，股市通常不容易由多轉空，不容易開始崩跌。那今年正好是這個巨型公司的上市年，所以這把傘還撐着。但是到了下半年要收了，等 OpenAI、Anthropic 都要開始掛牌，加上 Alphabet 第3季要啟動了400多億股票的增資，還有 Meta 可能會增資，那就會讓市場上股票的籌碼由本來是減少的變成增加的。那這些東西通通剛好發生在今年下半年，再疊加原本8月、9月就是季節性高風險，所以不排除在今年第3季的某個時刻，整個美國股市呢就會從多方走向空方，這個幾率是有的，這個幾率是有的。好，講到這邊呢，來報告一下我投資做公益哈，非常感謝左邊的這個阿倫中間的韓小姐跟右邊的李先生響應卡先我投資做公益捐款給跟他們有緣的慈善團隊。那麼在這邊呢，我也再次的呼籲全世界的朋友們響應卡爾先生我投資做公益的活動，相信我，金錢呢是一種流動的能量，如果你願意把它給出去給需要幫忙的人，那麼等因緣具足的時候，這個流動的能量會回到各位的身上，來幫助到你的投資，帮助到你的財富，而且往往它流回來的時候呢，是會成10倍、成100倍，會越來越多的，會越來越多的。好，那麼講這邊呢，我們再來看剛好這個有一位觀眾有提到玉米呢4年下降趨勢線剛剛突破，在本周會不會是一個做多的機會呢？好，那麼上禮拜卡爾先生在頻道裡面，在會員頻道裡面有提到台積電要在屏東設立一個半導體供應鏈，有7家廠商進駐。那麼在上禮拜的會員節目裡面，我就透過形態學做了一些分享。運氣還不錯。形態學分享完之後呢，結果有1隻股票本周四是漲停的。那本周呢，這隻股票4個交易日就上漲 30%。如果有跟到了算好運，算好運。那等一下我也會再講一講這個部分。那麼等一下的10點會特別加碼給卡爾同學會的同學們，會特別來這個分享
好，針對有付費的這些會員同學們，好，會分享形態學，好，那等一下會特別談到石油，還有農產品、黃豆、小麥、玉米，跟台灣的這個半導體股，就是所謂的這個半導體屏東的半導體科技園區的概念股，好，有興趣的可以加入卡爾同學會，1個月才1份牛排的錢，基本上我覺得是物超所值，很便宜的，好，那麼明天晚上的10點的會員頻道會來聊一聊美聯儲主席新的主席開完會之後感覺要升息了，那怎麼觀察，怎麼判斷，後面有什麼影響？好，那麼最後呢，幫大家做一下今天的這個影片的總結。好，3句話，第一句話就是支撐美股20年的一個隱形支柱，就是股權淨供給正在由負轉正。好，那麼從季度來看，這會是本世紀第4次發生。那麼過去每一次發生之後呢，剛好好死不死就遇到股市大幅修正。再來第2點，市場上的資金越來越貴，現在股票在接下來會變多，然後加上市場上的錢會變貴，所以整個籌碼的結構是變得很脆弱的。好，那這個跟看多看空沒關係，萬一籌碼是脆弱的，萬一發生一些黑天鵝或一些什麼負面的消息的話，那不排除這個籌碼應該說應該這樣講，跟看多看空沒關係，現在擺在眼前的是這個籌碼會變得越來越脆弱。再來第3句話是，下半年尤其從7月中開始，大家可能考慮有美國股市，甚至有台股，可能要考慮，因為台股可能会跟美股聯動，可能要考慮是不是要稍微做減碼，把利潤鎖住，拉高自己的現金部位。等到今年第3季或第4季股市可能真的有修正跑出來，修正到一定的部位的時候，修正到一定的低點的时候，再來逢低回補，可能会不会比较好的做法？因為原本呢，美股的籌碼是越來越稀有，現在正在轉向越來越多，變不一樣。雖然現在美國股市呢還是在順風的吹，還是在上漲中，但是大家最好要開始注意這個風向何時會轉變。好。那麼今天呢，願世界和平，願大家健康、平安、財富自由。有人說今天是實時，對，今天是實時的。我拿的是6月初的數據啊，6月21號的直播不能用6月初的數據嗎？好，祝福的，願世界和平，願大家健康、平安、財富自由。大家晚安，晚安。